今年的 G7 峰会花落日本，岸田文雄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岛人，岸田特意把峰会地点选在自己的家乡，并将无核武世界作为峰会重要主题，拟安排集中讨论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有多名外交人士近日透露了本次 G7 峰会日程的大致安排。根据正在协调的日程，19号的峰会首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迎接各国领导人，然后向核爆慰灵碑献花，并参观核爆资料馆。之后，7国领导人将参加开幕部分会议，以全球经济、乌克兰局势和印太等地区局势为主题展开讨论。20号拟磋商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等经济安全，然后与受邀国一同举行粮食、公共卫生、开发援助、性别和气候变化2个部分的讨论。21号预计将召开以构建和平为主题的扩大会议。广岛呢是在2战期间受到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地方。那么岸田现在呢想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原子弹的攻击的受害者的这个身份，那么来体现所谓的他要追求的这个无核的这种和平的世界。但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恰恰相反是形成了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呢。日本方面一方面宣传这是日本是核武器的受害者，但同时他并没有探究为什么日本会受到核武器的攻击。显然因为日本在2战期间对外进行侵略，而导致造成非常大的人间的悲剧。因此呢，在这点上呢，日本方面并没有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没有做好很好的历史上的反思。本次峰会召开之际，国际社会正面临全新形势。外界预期，本次G7峰会将聚焦几方面议题，包括乌克兰危机、全球性问题、涉华问题等。围绕涉华问题，有日媒引述消息人士称，日本和美国欲将经济安全作为峰会主要议题之一。除了联合声明外，峰会可能会罕见推出带有指向性、反对所谓经济胁迫的附属文件，包括成员国将在半导体、重要矿产和农产品上摆脱对华、对俄依赖机制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是点名中俄，称不允许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表示本次G7峰会将就此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信号。针对岸田文雄15号抹黑中国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言论，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予以严厉驳斥。我们注意到，汪文斌列举了日本国内一些势力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荒谬言行，点出真正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恰恰是日方本身。日方老调重弹，不遗余力抹黑邻国，不乏以此掩盖自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法、国际法基础。这些文件都写明，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一些势力极力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甚至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不就是在企图改变现状吗？而就在岸田政府对峰会寄予厚望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曾暗示，可能因为债务上限危机取消访日行程，改以线上方式参会。所幸白宫最终确认拜登将于17号启程访日，化解了外界关于G7团结降温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就算美国最终参会，也不代表G7的影响力能有多大。当今世界，很多全球事务并非G7所能决定，这不仅是因为G7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影响力和实力不能同日而语，也是因为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7不能一手遮天。内部分歧上，欧美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想把G7打造为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与欧洲制定共同经济政策的工具和抓手，但一些欧洲国家仍想谋求战略自主，减少对外依赖。因此，美国想利用G7平台，不可能一呼百应。此外，日方还邀请多位非G7领导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峰会，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印度总理、巴西总统、韩国总统以及越南、印尼、科摩罗和库克群岛的领导人等。本次峰会期间将举行多场扩大会议，其中韩国总统尹锡悦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安排，他不仅将与美日领导人举行3边会谈，还将与岸田文雄一同造访韩国人核爆遇难者慰灵碑。
韩国文化日报15号报道称，此次G7峰会将享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战略联合和合作作为核心议题，这与尹锡悦一直宣扬的理念相同。加之韩国以缓和与日本的关系，韩国国内对成为G8的期待不断高涨。韩国可能加入G7的说法始自2020年，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目前G7已落后时代，可以将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纳入该框架。但针对韩国加入G7的可能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号在与韩国中央日报前社长洪熙炫对答中表示，目前G7成员之间从未讨论扩容问题，也不存在美国赞成韩国加入G7而日本反对的问题。韩国媒体 News One 报道称，岸田文雄没表示欢迎韩国加入G7的意思，也未表示会推动此事。但有日媒称，由于日本现在是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因此并不希望韩国进来掺和。对日本来说呢，它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野心，包括经济上的野心，就是要在东亚、在亚洲发挥主导的作用，甚至于是代表亚洲的经济体在西方国家里面进行博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日本并不希望另外一个亚洲国家加入到G7这个组织里边去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日本人一直在发挥一个阻挠的作用啊，不愿意讨论在G7峰会上，不愿意讨论扩容，也不愿意讨论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加入进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在韩国和日本关系大幅改善后，韩国期盼加入7国集团，但日方却泼冷水，说没有相关的讨论。那您怎么看日韩关系？他们究竟能走多近呢？日韩关系呢，今年大幅改善。韩国不仅替日本赔偿韩国劳工的2战受害补偿金，而且尹锡悦要让2战历史反思呢翻篇。这引发了很多韩国人、朝鲜人和亚洲人的反感。可以说这个日韩呢走近，日本占了大便宜，而韩国呢则有点让人看不起。如果不是鄙视的话，当然日韩靠拢也是各取所需。日本得到的是战略层面的拉近与韩国的关系，使得美日韩成为更紧密的联盟，不仅可以地方中俄干涉台海事务，强化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得美日呢成为印太战略的主导者。而韩国呢，让日本战争历史翻篇，也有助于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发展军事力量，让其他亚洲国家降低追究日本殖民历史和侵略罪恶的冲动。而韩国得到的呢，则是战术层面的：一呢是和美日一道应对朝鲜核威慑；二是在经贸上合作。韩国呢，经济它已经跌出了全球前10，需要和日本搞好关系，在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建立稳定的供应链。日韩靠拢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呢是平起平坐的两国，现在韩国呢则沦为日本的小兄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韩国总统尹锡悦虽然受日本邀请参加广岛举行的7大工业国峰会，但是对韩国盼望加入7国集团日本呢很不以为然，用会议没有这样的议程来泼凉水，实际上呢是有点看不起韩国，或者说呢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而不愿让韩国掺和进来。日本呢是7国集团中唯一的亚洲国家，韩国进来了，不就降低了自己的含金量或者是话语权了吗？这个虽然7国集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呢是每况愈下，我觉得日韩走近呢是暂时的。虽然是邻国，但是3观不合，